去年8月份关了。去年8月份就关了。去年9月份来的深圳。那你找不到，你咋不私信我呢？找到工作了吗？深圳好找工作吗？你觉得？不好找。你找什么工作不好找？我觉得深圳应该算是好找工作的地方。工程师，深圳没啥烟火气啊。深圳很有烟火气啊。深圳深夜的大排档很有烟火气啊。反正我觉得深圳就是非常有烟火气，就是特别接地气的一个城市。就深圳不高级。那你说白天确实没有。白天死热的，谁也不会出现。但晚上的深圳非常烟火气。10点以后啊，去福田的那些城中村里边。为什么去大棚了？大棚它就是县城的那种感觉。1年没找着对象。我看啊。来了1年没找着工作。哒。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今年28岁，27岁，你知道为什么吗？在深圳找不着工作，不是找不着那个对象的话，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你没有给深圳的同性恋一种你会过得很好的感觉。深圳的同性恋跟其他城市的同性恋不一样，会比较踏实，就是不那个踏实不是说，深圳同性恋其实看的是，他们追求的是踏实，他们追求的不是爱情，是踏实。可能你的工作不出彩啊，或者说你的收入没有那么稳定，这就是你谈恋爱谈不到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城市真的是，反正跟北京完全不一样，起码我知道的啊。那时候不知道爸是晚上营业的，是有的那个下午来找，来酒吧，早上来酒吧的，还私信我说为什么不营业。刚才我还刷到那个叫什么中孝介呀、他是不是叫中孝介？就是日本的一个歌手，然后翻唱了周杰伦的《花海》，然后前一段时间被曝那个同性恋，然后还是侵犯别人。那个报道说的好，那个报道说的好现实，这是一个40多岁的 gay，40多岁的中年 gay，必须得有很强的事业才能被别人重视。在一线城市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在咱们国内不一定，国内的人因为向往爱情，但你像日本也好，台湾也好，深圳、香港，我觉得都是有能力才能谈到恋爱，没能力没有人跟你。所以其实大家生活压力很大的。想回东北了，东北的顺延，东北的顺延。那你在东北谈恋爱了吗？毕业的时候谈了一个，你没回答我呀？你觉得你回东北就能谈恋爱吗？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直播间里向往爱情的人，总有一天明白我说的一句话：你得赚钱，有能力的不缺对象。你们向往的爱情，可能是你得不到的爱情。现在小朋友的想法就很奇怪，就是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优秀，我也不努力，我也不上进，然后我期待爱情。那同样的情况下，人家为什么不找一个优秀、努力、上进的人在一起呢？做自媒体的，那你来深圳就不对，你去北京，去杭州。在阿里做了1年，然后觉得阿里不行，你把阿里开除了，然后来深圳了。这个哒，说话，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核电上班，所以在大棚是吗？刚才是你说在大棚吗？哪儿都不行，核电赚得多吗？能说吗？大概的范围，因为不了解这个行业。核电行业是感觉是要很高的学历吧？核电，对呀，对，听着蛮牛逼的。1年20个，蛮好的，啊，1年20个蛮厉害的。
而且感觉进了这种公司应该就不太会什么有裁员之类的东西，对吧？应该算是蛮稳定的，对吧？很厉害，你才多大呀？一年能赚20多个。刚才听你描述的，就是你应该年纪很小。你看22，家人们，你看看这孩子有前途啊！这个工作其实蛮好的，一个22岁的，然后一年年薪20万，然后还在店里上班，那很厉害了。比较有正事儿，攒点钱，然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挺好。我22岁还赚5000块钱呢，我22岁好像还没赚到5000块钱呢，很厉害。挂点咳的咳嗽了。妈，这个熬夜王子给我送的礼物我没看见，谢谢。
你在事业单位得干3年，所以我一直都知道那个，咱们事业单位公务员其实赚的不多。一般在这种单位，我觉得，思想比较保守的人，比较传统，思想比较传统的人，愿意在什么事业单位，然后比较听家里话的人，一个个可花花了，你说你们同事啊，那没办法，可能工作比较压抑，或者说你们的消遣方式就是这些，可能会有一点点对吧？就像我们开酒吧的，我们的消遣方式，可能就是吃宵夜，有的泡妹眼，跟谁泡啊？不吃了。拿不了20个。你22岁能进这种单位，其实算是蛮厉害的，我只能说蛮厉害的，而且就是你肯定学的这个专业嘛，挺好。22岁，你的22岁跟别人的22岁不一样，你的起点可能比一般人要高，这其实真的是你付出了辛苦嘛，对吧？挺好，我觉得所有高工资的人他都值得，因为其实现今这个社会啊，其实就是用钱去衡量你的价值。比如说一个人爱你，他给你花多少钱，或者说你能让别人给你花多少钱，或者说你的工资是多少或者你的房子是多少，你的车是多少，其实现在人就是用钱去衡量你逃避不了的逐渐的你也去接受这个事情了，就比如说，你看我真的不夸张，买房子也好，买墓地也好，那其实都有，就是高低贵贱你的房子，同样的房子，为什么你的房子要贵呢？对吧？你的地点好。还蛮现实的，而且就是蛮公平的，就是你努力了，对不对？
你努力了，完了你就有能力去就是享受生活，我觉得这个还蛮公平。所以大家要做一个赚钱赚多一点的人，这样你才有选择权，有支配权。我不教你们那些东西，什么崇尚什么纯真的爱情，什么美好的爱情，这些东西，爱情是需要花钱的。如果有一个人在撑着，你可以享受，但如果说俩人都不赚的话，或者说都没钱的话，爱情哪有美好的呀？爱情不是美好，是美好了，美好了，美好。我说实在，我真实的想法就是说，你看我直播间里一直都在说到一个字儿钱钱钱，爱一个人你花钱啊，你选择爱的人你也花钱，这个岁数其实就绕不过钱。你喜欢一个人，我现在喜欢一个人的表达方式就是，就知道他想要什么，我去送他什么，然后去完成他的一些计划。我觉得这是爱一个人的表现。我就这个年纪，就是这个认知啊，你用嘴去谈恋爱的年纪已经过了。所以就是，哎呀，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到啥时候你得赚钱，你得努力赚钱。你不是为了别的，你就为了你到时候能给你喜欢的人，或者说重要的人，给他们钱花。这个是我努力的一个主要劲头。其他的都扯犊子。那比如说，你就是他妈的，你爱上了一个穷小子，爱上了一个生活条件不是特别好的，但是他又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他只差一个机会，那你就会拼了命的，因为你爱他，就你真的爱他，你爱他，你就不可能让他一直都碰壁啊，然后一直都就可能差一步，所以你就会想办法，就是让他少走一些，对吧？那就直接给他一些捷径，我觉得这是爱的体现。无论说你帮他以后，他会不会跟你在一起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都爱情里，我觉得这个都无所谓，因为爱情它不是爱情，它不是说在一起生活，它是爱情。爱情就是我爱你，我为你付出，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爱情。一个人的也是爱情。而且我会觉得说，你真正
真正喜欢上一个人，你都不敢跟他在一起啊。我是这样的人，我就真正喜欢一个人，我恰恰相反，我不会就是说着急跟他在一起，就是你喜欢他，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好像配不上他，你能做的就是帮他，然后让他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幸福。我是这样的人，我不觉得爱是私有，我不觉得。什么星座？我不信星座，我不信星座，我是那个 ENTP，我不太信星座。讲讲和酒吧老板的故事啊，讲了很多次了吗？讲了很多次了。你们什么都没有发生。是的，我拿出所有真心和诚意，到头来还是一句你很好，但还是差点。那我觉得你是被 PUA 了，可能你被 PUA 了啊。他可能，我觉得就是正常人都不会说最后那么一句话呀。这是谁呀 ？Beans 这句。不是我不发生恋爱的，不是不发生关系的恋爱，对于你们来讲很奇怪吗？啊，当然也不算是恋爱，就是不发生两个人就是两个男的不发生关系，然后你们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就他追你，然后就是说你们一定会发生关系，是吗？就是你们心里会觉得很奇怪吗？就是你们可以抠那个1或者2，奇怪的请扣1，不奇怪的请扣2。就你们觉得在感情里边，如果说有人追求你，或者说你对他也有好感，然后不发生关系的情况下，你们会觉得很奇怪吗？讲讲你做苹果的经历，做苹果又是什么？做苹果的经历是什么？两人在一起很久了，他在软件上约别人约饭，跟别人不发生关系，这正常吗？也会跟别人说有对象。尼克呀，尼克就是做零啊。哦，做零。我先回答尼克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俩人在一起很久了，然后那个约别人吃饭，在软件上约别人吃饭，约别人吃饭你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那你想追求的是什么？你俩在一起多久了？尼克，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故事啊？你俩在一起多久了？10年了，10年了。那你觉得说你们感情，一直以来都算是挺满意的，对不对？你觉得你爱他吗？就尼克，你觉得10年的感情你爱他吗？你俩是互相喜欢吗？你觉得？10年。
都成亲人了，我觉得不存在亲不亲人吧，我觉得就是就在一起10年了，我觉得这个很超纲了，我会觉得，爱会消失吗？爱不会消失，但是爱呢，它其实会，会互相喜欢，但是他比较花心，只要不在一起就会找人吃饭。我是他的初恋，这个叫尼克的，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对感情的要求会比较多一些。就是我这个年纪啊，我这个年纪，我不知道你多大年纪。其实我这个年纪，我对感情的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跟他还不一样，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我是需求爱情的，我是有爱情，我是要有爱情的。但是呢，如果说我发现这段感情可能一点一点的在变化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自己，我能不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的话，或者说我们摊开聊，他可能要以另外一种方式，我不能接受的方式去相处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放弃，或者说，对，就让他变换一种方式，啊，就我不会强制要求一段感情一定要满足我的要求，就是我觉得人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啊，我放弃其实是因为我看到了他的选择，对，那就像你说的这种，如果说你们是互相喜欢，然后可能你对感情有一些要求的情况下，那我会觉得说，你就把你的需求说出来就好了，啊，你把你的需求说出来就好了，你俩去沟通。如果说他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话，然后对啊，你再去说他花不花心，但其实啊，但其实我觉得他跟你在一起10年，他去接触其他的朋友，我觉得这不是一件特别过分的事儿，这不是一件特别过分的事儿。我觉得是谈恋爱是两个人要沟通，你把你的需求、把你的点说出来，啊，看看他怎么想。但我觉得不是说你要求他一定变成你这样，那他不变成这样，他也有选择权。啊，你不要对感情太多的束缚吧，特别在一起10年，他就跟别人吃个饭又不干嘛，那你这10年，你难道要求他人生当中只有你这么一个亲近的人是吧？你要求是这样，然后你生活当中也只有他这么一个亲近的人，那你不会觉得你们人生也太空白了？因为跟你在一起，因为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也要变成这样的人。人和人的思想、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接受不了，你就跟他说，或者有一些 YP 行为，你知道他有一些 YP 行为了是吗？你已经抓到他有一些 YP 的行为了是吗？那你们怎么沟通的呢？我很好奇，就是当你发现他有一些 YP 的行为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跟他沟通的？你们的方式，出去，别进来了啊！真烦人，这个狗。你怎么跟他沟通的？我很好奇。就是，我觉得其实
人和人的关系里边，其实最重要的是沟通啊，一定要沟通。你是怎么跟他沟通的？其实我很好奇。我们在等尼克啊。怕被他看到，好，那就不说啊，就是能理解你的心情啊，凡事多沟通。恋爱这种事儿吧，就是俩人聊接触，千万别不聊不接触不沟通，这就坏事儿了啊！说出每个人最直观的一个需求啊，真实的想法。如果说你俩能够坦然去面对彼此的最真实的彼此，我觉得这个都好说。就怕的是什么？就是两个人不沟通，其实到最后就会有一些委屈啊，或者说有一些误会啊，就会导致两个人可能相处的很累。就哪怕我就说退一步来讲的话，就像你们这种关系，如果说他真的在外边歪屁了啊，他真的在外边歪屁了，如果说他跟你沟通了，他能把你说服，那你或许也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跟他相处，或者你索性你就不跟他相处了，也不会这么耗着。耗着其实对彼此都是一种消耗，特别是对你是一种消耗。那我觉得这个你就清晰了，但很怕就是不沟通啊，到什么时候都得沟通。然后刚才那个有人问疯狂的葡萄问我说那个做苹果的那个经历，做苹果就是刚才有人给我解释，做苹果就是做零的经历，是不是？那其实我做零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当时有一个人就是对我还不错，然后也是我直播上，然后一个观众一个观众，然后就是给我刷礼物，猛烈的追求我，然后后来再加上我自己的感情也属于一个比较，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在接触别人，但是可能觉得不太合适，然后就想就是他邀请我去外地去旅游，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他给人的感觉，包括我，其实一开始是在北京，我们第一次见面什么都没发生，然后他也对我非常好，我记得当时是我去录节目，我录一个综艺节目，然后去了北京，那个时候不在北京，然后他给我订了7、8天的那个酒店，对我也是还蛮不错的，然后一起吃了个饭，喝了个咖啡，当时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人可能有点钱，然后很有能力，然后生活很有品质的这么一个人啊。当时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说他挺有品质的呢？就是我们喝咖啡呀，包括那个吃东西呀，也不是说特别高档的地方，但是因为他是薄肌，薄肌你们懂吗？薄肌就是搏肌，就是他的肌肉就会比较
薄啊，就是一般的咱们就是咱们看到的人不都是那种就是肉壮吗？就是那种就是什么，就是特别夸张的那个纸包肌，然后就是脂肪比较多的那种。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做到了那种就是肚子就是几乎没有，然后就是胸肌也没有那么夸张的那种。对，他是有健身，而且他的审美算是我觉得还蛮健康的审美。然后就见了第一面，结果啥也没发生，然后就一直在聊天嘛，然后每天都来看我直播，然后他也就是来看直播，直到有一天就是我们都大概认识了，都已经将近半年了。他说那个心情不好，我说为什么心情不好？然后他就说他在一起6年的男朋友跟他身边的一个好朋友搞在一起了，就是她男朋友跟她身边的好朋友在一起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我就听了以后，我觉得因为我其实对这种事儿吧，就是我虽然说我身边是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网上这种事儿不也挺多的嘛，所以我听到以后也没有多夸张，就是没有多意外。但是我确实会，因为都聊了半年了，我就确实觉得挺心疼他的。那你要是出轨别人还好，出轨自己的好朋友，确实是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就安慰他，然后他一直都跟我开玩笑着，一直爱占我便宜的那种。后来他就说出去旅个游，说要去成都，然后就约我去成都，然后他就算是抽出3天时间，然后我们就去成都了。去成都以后，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齁贵的，就是齁贵的那种。去成都那个酒店，然后也是第一次。那个时候的我，其实那个时候的我眼界是因为他才打开的。我没住过那么高级的酒店一晚上可能要4、5千块钱的那种。那是在2017年左右，17年的时候能住个4、5千块钱的酒店。我就这么说，我现在的就是消费观，我也不会花4、5千块钱去住酒店一晚上。就是觉得他蛮厉害的就是有钱人。他比我大9岁他82年，我是91年。就去了以后，就全程就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全程就是在长见识，就在开眼界他会带你去这个餐厅，那个餐厅带你吃日料。那个时候我都吃不惯日料，就是因为他一点一点去带你去经历，对不对？那我会从心里很佩服这个人。然后我心里就在想，我说他那年应该是35岁，我说我在我30多岁35岁左右的时候，我也要达到这种程度就是他就变成了我一个偶像或者说一个未来的一个目标对，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就会有一点点崇拜有一点点崇拜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就很自然的就晚上就是睡一张床嘛，然后就发生了嘛。对，发生了。然后也是就是觉得说也会觉得说，就是为感情去做一些牺牲的那种感觉他猛吗？
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不像你，就像疯狂的葡萄，就是你从你的说话到发言到谈吐，我都觉得说你是一个比较低俗的人啊，他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而且他算是比较有素质的人啊，就是也不是有素质，就是有品质的人啊，他跟你不是一路人啊，就是你们可能天差地别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很注重别人思想感受的一个人，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能跟他为他做零这件事情，我觉得一是他各方面都比我强啊，我心里有一点点崇拜。第二点呢，就是他这个人会很温柔啊，然后很舒服的这么一个人，他会很细心、很体贴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就发生了，就这样，然后我们就保持了多久关系？因为她一直都有男朋友，她哪怕她男朋友就是出轨了，但是她还没跟她男朋友分，然后但是他们可能是开放式关系，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种方式，就是你看那个芝麻，我为了他拍了一部剧叫《芝麻》，然后还拍了《芝麻2》，还写了歌，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关系，接受不了这个关系，但是就是越接触你越会沦陷在这种关系里边，所以我们每次见面都是见3-4天，对，他就是龙二那个角色，我们每次见面也就见3-4天，然后可能见了8-9次吧，7-8次，大概总共相处加起来也就是40天左右，但是他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异国恋，他还在国外，哎呀，所以就是有将近1年半的时间，1年半的时间，然后对，然后1年半的时间里，我都会比较的矛盾就是也喜欢他，但是又理性来讲的话，我又不太，我又觉得说，哎，自己好像在做一件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什么是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本身做零这件事情我就不太喜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不太想介入一段感情里边，我想拥有一段属于我自己的感情，我不想跟别人分享。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不道德，所以这3个原因就导致了我们处于就是每次见完面就会拉黑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自我在怀疑你自我在否定这个关系，现在会有联系吗？会我们前一段时间还联系了包括我出国有一些问题我都会问他我会问他，因为他之前他是在澳洲留学嘛，那我会，包括我第一次跟他出国也是去日本嘛，那我就会问一下，就是相关留学日本的一些问题，我都会跟他交流，对。但是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见了，他是做什么的？他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就是有钱人他基本上啥都不做，对，你们但凡见到一个有钱人，他基本上啥都不做，真正的就是有钱人基本上啥都不做，因为他也不会告诉你，而且他也不把这些东西当做主业。那你要说就是那些所谓的就是你知道他做什么的，但是也有钱的人，那他们基本上是沦为打工的，对，你都不知道他钱哪来的，我知道他钱哪来的，那你想想人家
从小人家的就是人能出国留学呀，包括他的一些就他的气质，那不是一天两天能锻炼出来的，你们能懂吗？就是一个人有钱的气质，不是说他突然有了钱他就能有这个气质，一定是他从小家里的环境就比较厉害，能懂吗？这句话你们能懂吗？就是一个暴发户一个靠努力工作的人，其实他可能他下一辈才能培养出那种气质来。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家里条件就一直都不错。你们要知道，去澳洲留学也算是蛮厉害的，也算是比较贵的，你没有想过和他长期在一起吗？这我也没办法解释。你想想，他有对象，他有对象，然后他还跟你在一起，像这种状况的人，基本上他不是说不跟，不是说跟那个人感情更深，他其实是不想为了那段感情去放弃那段感情，就是但凡就是一个人同时跟两个人在一起，这种人他基本上不会为了一个人去结束跟那个人的关系，他基本上大概率他是享受两个人同时爱他，或者说他有两个人的那种感觉，所以主动权不在你身上。所以你就是我真的说一句特别难听的话，有钱的人才能玩三个人的爱情，就是有的人说哎，那他还要玩三 HP 的3P 那种，一定是有钱人才能有两段感情，没钱的人一段感情都维系不住，是这样所以就是他们那种人吧，你改变不了他们，主动权真的不在你这儿。等你真的就是接触了一个所谓的条件还不错的男朋友你就知道他们的思想跟我现在是能理解了，但我之前我完全理解不了，所以我才会就是每一次见面我都想跟他断了关系，因为我发现我左右不了这个关系，我也不能按照我的想法去跟他相处，所以每次都是你也不好意思提你的要求你就算提了，我觉得他也会打马虎眼儿。而且我后来就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同时在接触的除了他对象之外的人还有2个，也就是他当时可能有4个男朋友。就你们想象一下，就是说他不光是跟我在一起，他还有个男朋友，其实他同时期还有2个，就加我一共是4个。对，时间管理大师，就他们的人生所以就是我其实对感情的一些理解真的是因为这些人去开了眼界了，就是对，不是追求刺激，他们不是追求刺激，就是就这种你们也不懂对，你们也不懂，因为你们现在一段感情都没有，包括我现在我能懂，但是我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就是你知道特别是过了35岁的有钱人，其实他想证明自己他想证明自己，他想证明自己的存在
图图你怎么没直播了？那我现在在干什么？我现在在搓澡吗？怎么不播王者？王者打得烂。所以，哎呀，这段感情其实我每次提起来，我都会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但是又不想多提，就因为我后期要是不知道，你比如说我后期要是不知道他同时还接触其他人的话，我愿意去跟大家分享这段感情。但后期因为我后期我才知道我同时期他还在接触俩，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就是哎，但是人确实也对你好，而且他曾经说过，他就是因为这个人曾经跟我，就是我俩聊过嘛，他说过，他其实那个时候一直都觉得我不喜欢他，他一直都觉得我不喜欢他，然后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冷淡的人。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当时我要表现出那种比较需要他，比较依赖他的那种状态，可能他能感受到我的喜欢，或许他不会同时期在接触别人。我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幻觉啊，反正他就跟我说，因为原因是这样，他有一天，因为我给他写了2首歌嘛，一首歌是越来越像你，一首歌是反正我还不够优秀，然后这2首歌我写了1年多，发表了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他知道我给他写了2首歌，但他也没有，我觉得他当时也没有怎么仔细听，然后他就觉得挺好听的，直到2、3年后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突然有一天下午的时候跟我说，他管我叫小宝，他说小宝，我听你的歌听哭了。我说我说哪首歌？他说越来越像你。然后我说你这哭的你的反射弧也太长了吧？我说都写了这么久了，你才好好听。他说对，之前一直都没有好好听。他就突然跟我聊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说哎呀，我就打马虎眼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完完全全就不在意这段关系了，而且那个时候也知道他是时间管理大师了，所以就没有太在意他说什么。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聊起，他说我问他，我就转移话题，我就说那我算不算是你接触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他说是，他说你是我接触的最优秀的人，他说你是最优秀且最上进的人。然后我听到以后蛮感慨的，然后我就反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当时还在接触其他人呢？就是我这么优秀这么好，在你心里这么好，为什么你还会接触其他人？他说因为当时我什么都不表达，然后很冷淡，然后他觉得我没有那么喜欢他。他为什么会听那首歌会哭呢？因为他真真切切感受到我当时的那种状态了，所以他恍然大悟，就说原来我是喜欢他的。但是他说他一直都没感觉到。我说确实，因为你们知道吗？当时的我就是从1变0，
然后我自己都不想去面对这个事情。再一个，你说一个一，怎么可能撒娇呢？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你撒不了娇，对不对？我曾经我也想尝试跟他撒娇，我完全撒不了娇。再有呢，就是人家还有名，就是人家那个对象，人家还有对象，我又是个小三儿，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要是太上赶着，那不犯贱吗？对吧？我不犯贱的嘛，我就使劲的克制自己，就每次见他，我都是那种明明挺开心的，但是每次见他，我都会有一点点尴尬。所以就这样，就是他每次都，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日本，的时候，然后已经很久很久没见了，已经很久很久没见了，然后他也出了一个大事儿，然后我们将近一年左右没见了，然后我们约在日本见的面。他没来之前，其实我就在幻想他是从哪个门进的呀，或者说，我应该怎么跟他打招呼啊？会不会这次打招呼还是那么尴尬呀？反正我就想了很多。等他真来的时候，我依然会很尴尬、很慌张，然后就是俩一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吧？就是，你们压根都不懂，就是俩一在一起啊，你可能就是可能关了灯怎么的都行，你开着灯的时候，俩人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很尴尬啊，俩一在一起就是谁也就都端着。反正我跟他就是那种都端，他可能不是端着，他可能就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可能情绪也没那么多，比我大9岁，他没那么多。但是我跟他在一起，我就很端着，会扑到他怀里，完全不会好吗？我记得就是我们在电梯里，他还说你胖了，我说然后就不说话了。我俩在电梯里边，电梯里就我俩，他说小宝你胖了。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很尴尬，很尴尬，我就很尴尬，因为你就是尴尬，因为我的骨子里它就不是一个那个，很尴尬。然后进了房间里边，然后他就说：“那个小宝，你胖了，你过来，我抱抱你。”你坐我腿上，不坐腿上了吧？我就不太适应啊。我坐你旁边吧，咱俩出去吃宵夜吧，就那种感觉，就是你想想，一个正经的一，谁会坐一个一的腿上呢？你就这种，我做不到，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做到，就是一个一能坐到别人的腿上吗？我做不到，我就是完完全全不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的朋友，反正我做不到。就是每一次他都是跟我，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大哥哥或者说父亲的那种宠爱的那种状态，我都会觉得非常不适应，非常非常不适应。所以我俩的相处，他就会觉得说我是没有那么喜欢他的状态，所以就是，反正表达的也不准。对，我其实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对这个，就不依赖别人，就很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很尴尬。每次见面，我都不是说话特别多的人，就会觉得说他有对象，他有对象，他有对象，就是你心里一直在想他有对象，他有对象，他有对象，
对，他就完完全全有对象然后他是一，我也是一，他是一，我也是一个，他是一，我也是一，反正我就心里都在想，也说过这段话，也觉得挺新颖的。哎呀，反正我现在我就明白，就是说，你现在再让我找对象的话，我可能我就明白自己可能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就不太会，对。现在对感情的那个标准可能会放宽了，但是我依然会觉得说，跟我在一起的人他一定是单身的，我不想跟别人，对吧？我到现在哪怕对啊，都放宽了，但我也不太会选择一个有对象的人。对，这可能过几年会变吧，但这几年还是在执念这个东西。说经历，对啊，那个时候说经历，现在说感受，是的，但我不觉得说这个标准会一直持续下去。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对吧？就像我曾经我会觉得说，谈恋爱的时候一定不要拍那种视频。我前几年就是会这种想法，我就说谈恋爱的时候一定不要拍那种视频，就是千万不要。但是你看我这几年我就思想就变了，我虽然说我也接受不了别人拍我，但是我能接受我拍别人了。你的三观是在变的，就可能就是也没什么呀，也没什么呀，就是你，对吧？就是这个标准它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对。没有见他的想法吗？没有啊。为什么会沉溺在过去呢？因为你没有丰富的现在和将来。我会觉得所有人活在过去想前任这种事情，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浅的一个生活，导致它变成这样。如果说你的生活特别精彩，然后你越来越优秀，你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你有更优秀的男朋友，你可以选择好多好多，你为什么还执念过去呢？你一定是没有的选，你才会执念过去，对吧？他也没有想见你，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新时代的人啊，都是会比较，我们都算是想法都比较先进的人，就是我们都算是不执念于过去的人。我时常会觉得说有一些所谓的迂腐的人，或者说就是没能力的人，他把怀念过去当做一种歌颂，这是值得被歌颂的一件事儿。我不觉得，我从来我也不会后悔，我也不会执念于过去，我只能执念于将来。我不是那种人啊。我就完完全全不是那种人，我就会觉得你的人生这么美好，你未来会很优秀的，你干嘛在意？错过了怎么样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你为什么会觉得错过呢？你不错过他，你怎么遇到别人呢？你这个一定是先有因后有果，你这个东西你干嘛要后悔呢？对吧？都是你走了这条路，你其他的分岔路
就自然形成了。你无论走哪条路都是对的呀，啊，没有后悔这件事情，我从来没后悔过。后来你们在一起了吗？没有在一起啊，就没有后来了。后来我们一起吃了个饭，那个时候我已经，我们一起吃了个饭，那个时候好像已经拍芝麻了。后来就是我们一起吃了个饭，然后那个我请他吃的饭哈，然后我们就吃了一个宵夜，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其实我就主动说话嘛，因为那个时候就逐渐的开始就外向了，不内向了，那个时候就比较开朗了，然后就跟他侃侃而谈，然后我们就聊彼此的生活。吃完饭以后，我就说我给你叫辆车吧。我们走在就是出了那个饭店门口，我说我给你叫辆车，因为北京那个时候大家都流行叫滴滴嘛，我说我给你叫辆车，你家住哪儿？他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叫吧。我说那好，那我叫车马上来了，然后我们就在等车，他就说感觉你变了好多。我说哪儿变了？他说感觉你现在变得像个大哥一样，你在照顾我。我说因为可能做了导演，然后要学着去照顾别人呐、然后剧组里边的所有的大事小情都是自己嘛，再加上这些年也算是参加了很多的社交，所以就可能就会外向一点吧。后来车就来了，我就走了。走了之后，直到2021年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影视圈的一个大佬，影视圈的一个算是那个幕后的大佬，然后那个大佬就看了芝麻，然后就喜欢上我的，没看了芝麻，然后就联系上我，然后我俩就算是互相喜欢。后来这个大佬就一直在追我，然后后来我们在一起没多久，就7天吧，就分开了，因为我觉得不太适合。后来大佬一直都挺遗憾的，然后就一直都在北京等我回北京。我没跟他在一起嘛，然后我一直在深圳，然后他就觉得说挺遗憾的，一直在等我回北京发展。在北京发展的过程里边，然后他偶然间碰到了就是这个82年的这个人，他俩在一个酒局还是饭局，我具体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说的，他俩就偶然间就遇到了，遇到以后他俩就聊起我，然后然后影视圈大佬就说，哎，他给你拍了一部剧，你看了吗？他说我看了。他说，因为那个时候都是22年了嘛，22年《芝麻二》都出来了。他说第二部你看了吗？因为第二部算是对82年的那个人的一些幻想，就是幻想就是俩人可能又在一起的一个剧情，所以影视圈的大佬说你第二部你看了吗？第二部其实他是对你们的感情有一些期许，一些幻想。然后他就看了第二部，然后看了第二部，然后他又去听那个越来越像你那首歌，听哭了，然后才跟我联系的。对，还蛮，他俩后来就认识了，对。大佬怎么知道你们的关系？我跟他说的呀，我跟他说的呀，这有什么？大佬怎么不知道呢？
大佬也是看我直播呀，那我在直播间里会讲啊，后来他俩就认识了，然后偶尔还会聊聊天儿，圈子里就这么点儿人嘛，就是，对呀、圈子里就这么点儿人，大佬有联系没联系啊？没联系。都是名人。应该这么说，就是应该这么说，就是其实算是有能力在一起坐在一起吃饭的人，其实就那些人，能明白吗？就是因为其实人和人的相处，一定是他是不是同一个圈层的人，他并不是说你好看你就能跟他坐在一起，基本上有能，这当然也可能啊，但是就是我现在不是，我说实在，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圈子里边，就是哪怕你长得再好看，你跟我不是一路人，我都不会就怎么样的啊，还是就是有一些接触，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标签儿的人，可能会在一起吃个饭，然后交流一下。我有的时候在饭局里边也会遇到一些所谓的网红啊，抖音上的一些有点粉丝的人，我都装作不认识他们，我觉得有什么聊的呀？就是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粉丝的人跟我说，哎，百里，我那个咱俩那个曾经互关过，我说其实我知道他是谁，我说什么时候啊？你微信叫什么？我就不太就不知道聊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会觉得很奇怪那你都取关了还聊什么？对，你喜欢什么特质的人？我喜欢优秀的人我喜欢优秀的人，就比如说你在某一个领域里边，你就做的很突出的人，我就会喜欢，我就是会，不是那种喜欢就是我会很欣赏我喜欢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我也充实了，我也学习到了我也被感染到了对吧？那我同样是在应酬，在接触，为什么跟一些毫无营养的人去认识呢？很奇怪你比如什么网红聚会我从来不去，你看我去吗？什么你认识这个我认识这个，怎么样？有什么用吗？不太会在意这些东西，更在意的是，我觉得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就是优秀的，我愿意去接触优秀的人，哪怕你健身优秀，你的工作优秀，你的反正你可以各种各样的优秀，只要你是优秀的人，我愿意跟你接触。对。那你要是一个我最讨厌的那种局就是什么网红局，什么那个直播公会聚会局，对吧？什么那个什么北京名媛局，西安什么名媛局，我都觉得很奇怪。有什么好聚的呀？大家不是同一个，对吧？同一个圈子，对吧？思想都不一样不喜欢，我会觉得很奇怪。疯狂的葡萄，你还跟82年合适？我就服你这种人就这个疯狂的石头，你是一个情商非常低的人，且你的认知非常的浅，而且你还特别爱总结、爱安排。
就你好赖话你也听不出来，那玩意儿我都不接触了，完了你还在这块总结，你怎么那么爱扣帽子，爱连线呢你？就是你的情商是很低很低的一个人，你都听不出来啊。玩意儿人家都不接触好多年了，完了你还是跟他合适怎么样的？那玩意儿人家合不合适，人家俩人处对象人家不知道，完了你一个听故事的人你觉得合适？啊，奇了怪了，离了大谱了都啊。我会觉得什么是适合，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你是轻松的，是不尴尬的。你跟他在一起尴尬就是不舒服，就是不合适啊。你看这个疯狂的葡萄，我就在这块疯狂输出，他还在那块优秀的图图。我经常在一些朋友的局里边会看到一些网红的出现，然后他们就是就会跟我打招呼，他说：“哎，百里，我看过你的剧，啊，谢谢。那个就会，哎，就会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我说啊，然后有的还会动手，就说哎，真可爱，就这样，真可爱，谢谢谢谢谢谢。”啊，喝，来来来。就是这种，就是干哈呀？你这我不喜欢。你要是优秀的人，你要是大家志同道合的人，不用这样。你摸我后脑勺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个一特别讨厌别人摸他后脑勺，谁摸后脑勺，谁摸一个一的后脑勺，是特别特别冒昧的一个行为。再加上我后脑勺也不太好看，就是对，我的后脑勺还不好看，然后你还摸后脑勺，这，我是扁后脑勺，我很反感别人摸后脑勺，哎呀，贼烦，而且有的人看人是直勾勾的看。百里，你好你好，今天真跟你见面了，好开心！我之前都是在那个手机里看你，啊，你能喝点儿？好好好好，就那种就瞪着你看，你知道吗？就是我说就是很奇怪，你就是就是他们的目光也太炽热了，就是不是？那你瞪着眼睛看也太奇怪了吧？就是我也会遇到我的偶像啊，你们懂吧？就是我也会遇到一些所谓的网上我觉得很优秀的人，比如说我。比如说我遇到一些明星，我肯定也是这样。你好你好，听过你的歌，给你喝一个，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我觉得这是正常人。我觉得我是正常人，因为我会害羞啊，我不敢去对视他呀，对不对？我才是正常人，他们是那种。是那种能吃了你，比自己大还是比自己小的？我现在不想谈恋爱啊！我之前
我之前一直都喜欢比自己年纪小的，我现在就是一点儿都不想谈恋爱，因为我觉得对恋爱这种事情，就有一点点疲惫。你说的那个场合不一样，哪个场合？你说的是哪一种场合？我一直都喜欢年纪小一点的，因为我的性格里都是特别被动的一个人。你别看我是比较外向的人，但是我在感情里边我是非常被动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一件事情，就是我的那个资料里边写着是他关注了你，这都有小心机的。就别人会误以为我关注了他，然后别人先就是关注我了，但是那个人没仔细瞅，然后我看他关注我了，我才去关注他，这就不会就是显得自己就是关注了别人，别人不会关的尴尬。我其实是一个很被动的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被动的人，就是我在感情里我从来不会主动，就是你们可能会说什么那个百里屠夫找金主之类的，百里屠夫就是什么什么那个就是只找有钱人，这个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就不是一个主动的人，从来就是你金主怎么样，你再牛逼的人物，这段感情里我也是被动的，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对，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感情里不会主动。你在现实当中，可能我的社交是主动的，但是在网络什么什么这种，我去主动勾搭别人，这不可能，这完全不可能，这完全不可能。我都是等着别人，就是我最常干的事是什么？就其实我默默关注他很久了，然后他突然关注我了，我咔一下我就回关，回关了以后，别人跟我打招呼，嗨，白迪，看过你的剧，是吗？谢谢，就特装，其实心里都在想，他回关了，我的天呐，他回关了。我其实打了很多字，我说哎呀，你回关了，我其实关注你很久了，但是觉得不太礼貌，我说谢谢。我其实是非常被动的人，就不要表现的太满我会觉得人和人之间不要表现太满。如果对方直接表达喜欢你的话，你不会觉得对方廉价吗？如果对方是个廉价人的，对方是个廉价的人的话，那我会觉得廉价。如果对方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人，我不会觉得廉价。我会觉得人和人的个性不一样，本身我就是一个被动的人，我还不允许主动的人来勾搭我，那我觉得这个我得憋屈成什么样，对不对？人和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一直都，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个观点，就是我会觉得所有给你发果照的人，所有人你再找他要果照，他能给你发果照的人，我觉得他这个果照不是为你拍的，他一定这个果照是给别人拍的，然后保留下来，然后你要了，然后把现成的果照给你了。但是这又能代表什么呢？那你对感情要求也太多了吧？那本身那个时候的你就没有碰到他，或者说他就没有碰到现在的你，你怎么能要求他去为了你去做一些事情，而且他愿意把这些东西给你？我觉得代表一种信任，我觉得代表一种信任，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之前我会觉得说，可能这样的人可能就是跟谁都会发，那怎么了？我这么长时间我也是见人就找别人要裸照啊。
那难道说我就不是一个真爱的人吗？我也是啊，对啊，我也是真心去对待每个人，有可能就，对吧？啊，这个我觉得人都是有色心的呀，你要允许这种存在，你不能说你既要又要还要，你还就是觉得别人不正经，你什么东西呢你不能带着批判性去接触所有人吧，对吧？那你会很累的。所以我觉得允许所有人他做的所有事情，因为每个人的思想、生长环境、经历真的是不一样的啊，真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一直都觉得说，我一直都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然后我通过社交，通过努力，然后我有很多贵人去帮我，但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他不就是找有钱人吗？他不就是找金主了吗？要不然人能帮他吗？那这个东西，那就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每个人经历不一样。他为什么会觉得说找金主人家才会帮他呢？因为他没有努力过，他没有经历过有贵人，他不知道这些所谓的有钱人，他们看重的并不是。我告诉你，你跟有钱人在一起，为什么那些网红，我剖析的有点多啊？为什么有一些网红他有了金主之后，他隔一段时间会消失，消失了之后隔一段时间又回来呢？就你们能知道这一点吗？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直播的一些主播，他找到金主以后他会消失，消失之后他又回来了，因为他找到金主以后，他可能会跟金主就想着说金主能给他一些东西，然后金主也爱上他，他也爱上金主，然后他俩就会幸福美满的去度个假呀，或者说想淡出直播生活呀。但是其实他不了解金主，或者说不了解这些人的思想，或者他跟直播间是不一样的。所以隔一段时间，金主可能觉得不太适合，他就被退货了。所以这就是，而且就是金主不是说你主动就可以找金主的，你要记住了，所有的主播你们能有金主看上你们，是因为你在独立的再去直播，你是一个很独立的人，你是一个很完整的人，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你跟金主在一起以后，你不直播了，不优秀了，不完整了，不独立了，那金主还会爱现在的你吗？你们能懂不？就是金主爱的永远是当时见你的那个状态，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想象过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以后的状态。所以就有些主播他为什么会跟金主的关系很浅，隔一段时间就结束了，他们完全不懂啊，就是你们压根都不懂。金主也不是说金主人经常见到优秀的人好看的人身边不缺，你光靠主动怎么行呢？不长久的。说太多了，超纲了啊！说太多了。而且你知道，直播间里有很多的小孩会觉得说，好看就可以，单靠好看是达不到金主圈的。我就这么说，就是其实网络上、抖音上有好多好看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有金主喜欢他们，一定是因为他们身上有其他人没有的东西，不是说单纯的好看。你单纯好看，然后你认知、你的能力都差的话，金主不会让你进入到他家里，可能在外边给你开个酒店也就算了。真正的就是因为好看，然后能步入到
有钱人的生活里边的人，一定是他不光好看，他很多东西他都非常厉害比如他健身他非常自律，他的那个学习能力特别强，他特别谦虚，他特别好学上进，这些东西才能进入到有钱人的圈儿。单纯好看那也太多了吧。那为什么库克没把那个人领回去呢？你们就说一说，为啥库克没把那个就是那个苹果店的那个人领回去呢？苹果的那个是库克吧？你光好看是不行的你综合素质要强的。所以就是嫁入豪门这种事情，大家想象太简单了。如果说一个人因为你好看，然后让你步入了豪门，那这个人的豪门也是太廉价了。就这个人，可能他也不会持久的在豪门里边，就真正的有钱人的圈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复杂且要求全面性。就是你这个人你是各方面你都要厉害。那个东西就非常非常难驾驭的。有钱人的世界你压根你都不懂人的思维。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嫁入了豪门，然后这是我听说的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以为他过得很好，结果他自己灰溜溜的就回了北京。然后我们说为什么你跟他不在一起了？因为那个人算是蛮厉害的条件长相财力都非常非常厉害，是我觉得算是豪门的一个人。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他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他好像挂了一幅画，或者说换了一个灯泡，他换灯泡的时候，他踩在了一个椅子上，然后对方就发火了。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那张椅子要很贵很贵，就是不能踩在椅子上去换灯泡或者挂画。你们能想象吧？你们能想象有多离谱吧？就是你们觉得离谱吗？就这样俩人就是吵架了，分手了。其实就是你的认知也好，包括你的层次，就是所谓的圈层都达不到所以人家我觉得一个椅子是可以踩的，我觉得一个椅子肯定是可以踩的但是他可能通过这个椅子这个事儿，就会觉得说两个人不匹配，他从心里是瞧不起你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外在，你没有内在，所以他就会把你甩掉。所以你们知道有钱人有多复杂吧？就像好的歌词一样，好的歌词都不是特别直白的歌词。我为什么说我不喜欢刀郎的歌呢？刀郎的歌他的那个歌词都非常的直白，但真正好的歌词都是绕着写，就是拐着弯去写一件事儿，他特别左拐右拐的在写一句话。刀郎的歌是那天你拉着我，那天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的说话，他就是一句非常非常直白的话。这样的歌词就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就可能能听得懂，但是我觉得是不舒服的。但是你看粤语歌词，比如说林夕的歌什么小霞的歌包括那个反正很多很多歌他们的歌词是绕着写，我就不写这件事儿，但是我就绕着圈在写这一件事儿，这就是好的歌词这就是好的歌词。
那同样的，有钱人他们做事儿也不是那种，你走吧，不是，有钱人说话也不是这样。最近我要出去一段时间，啊，你要不要去见见你的朋友，回去一趟？因为我这段时间可能没法照顾你。正好你不是说想回北京溜达一圈吗？行，那你照顾好自己。他们会说的非常非常的拐，然后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啊，他不联系我了，其实人家那句话句句在告别，但是他没说的非常不明显，他其实就是在跟你告别。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说话方式不同啊。李宗盛的歌也很直白呀。李宗盛的歌你觉得直白，那是你觉得直白，我觉得李宗盛的歌一点都不直白。你觉得李宗盛的歌直白，我觉得一点都不直白。他哪怕直白，他也说的非常的有意境。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那不就是我出国找你吗？那要是那个刀郎可能就说，哎，我出国找你，啊，对不对？那他说的非常的那个诗情画意，为了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那你说漂洋过海来去看他，至于说半年的积蓄吗？不一定是半年的积蓄，但是他为什么要说我为了见你？半年的积蓄，就代表着是我去见你，我是下定了很多的决心，我为你付出了很多，然后这段感情，我想形容的是这段感情让我很疯狂，就那种，它是一个婉转的一种说法啊，它不是说那种他真的半年的积蓄啊，它是形容词啊。你都失业了，接下来干什么呢？龙麦郎吊打他们。龙麦郎就是那个滑板鞋，是不是？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你都失业了，接下来做啥呢？这个不是你操心的事儿啊。有的人你觉得他失业了，但是人家可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这个东西你不用操心。不是说所有人都要把财呀、什么美貌啊、身材呀这些东西要表露出来，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你看抖音上有好多的就是那种就是我恨不得兜里的钱全展示给大家看，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这邦邦日记的身材不错啊。邦邦日记身材不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身材不错啊，19岁身材就这么不错，很厉害。为你，为你，为你。感觉图图的手臂变粗了，那角度的问题。最近我都一点健身都没有。我前一段时间我说我不健身，真的不是因为我不想健身。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观点，就是我要是不吃饭健身的话，我没力气，对不对？一般吃饭就是健身之前都得吃点东西，是不是？哎，
那我一般就是不吃东西我健不了身，但我吃完东西也健不了身，因为我吃完东西容易困，没力气。不吃东西没力气啊，吃完东西就想睡觉啊。这我觉得这不行啊。所以我就索性不健身了。我觉得还是没有到那个节骨眼上。吃一包鸡胸肉，鸡胸肉多恶心。鸡肉本来就一股腥味儿，你知道吧？怎么碎了袁城那部？袁城那部其实是因为龚大虎那个去了上海了，然后就是他的戏份就没办法拍了，然后我们就想开一个新的线路，就开一个新的一条线，然后也给小娟这个角色安排了新的 CP， 但是呢后来具体因为什么没拍我也忘了，反正就是后来就没拍了，因为感觉其他演员也撑不起来。后来龚大虎我就让他说有时间回北京来，然后就花了1天的时间把那段戏拍了把那段就是最后的结局那段戏给拍了，就花了1天时间，因为他从上海过来就花了1天时间，而且那段全都是即兴的，没有剧本的，那段完全没有剧本，然后后来就想拍其他人，结果也觉得说其他人也不行，后来我就说就这么结束吧，就这么结束。那叫袁城，不叫盐城啊。袁城。要去哪里拍？不确定呢。我本来我说最近一段时间去日本，然后去看看那个语言学校，然后可能去日本留个学。但是呢，就是最近我在卖房子，然后可能要处理一些手续的问题，可能近期又出不了国。我就想着说，要不然在北京上学也行，然后在北京上的话，可能就在北京拍呗，要不然的话就可能不确定，现在不确定到底去日本上学还是在北京上学。卖什么别墅？我刚买的别墅，我没事买卖玩啊。你们的思维能力也太强了，你们不知道就是别墅没过2年你卖的话会有那个税吗？卖什么别墅？我这去年12月份买的，我这咔一下我就装完了我就卖，我倒别墅玩。就在广东就好了，广东没有好的学校，可能还是要去北京上，还是要去北京上。北京啊，日本我觉得都可以，但是我就在分析，就是说日本可能要花很长很长时间，而且，真的就觉得日本可能在日本生活会非常非常的条件非常的就不好，
可能生活环境不太好。你害怕？我没有害怕，我是会觉得说，你看我去日本的话，你看我现在我在国内的话，我有车有房，然后有存款。我要去日本的话，首先我要花6年的时间，5、6年的时间，我在那边生活。那可能我5、6年之后，我的钱可能也会花将近，对吧？可能是100多万啊，可能要花100多万。再有呢，你在日本这5、6年的时间，你都是租房子。日本本身房子就比较，租房子就会比较贵，而且环境比较小，然后还总地震。然后你花了6年时间，然后你回国以后，你就相当于就是你刚出社会一样。两个国家也不太一样，6年之后国内发展成什么样，你自己也不太清楚。你肯定是回国内发展的嘛，那你要不要花6年的时间，对不对？没准你在小日子有事业了。日本是不太支持外国人创业的，也不太支持外国人在那边就是上班就不太会，就是我也打听这个事儿了，他就说那个几乎不太可能用外国人，日本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肯定还是会回国内发展，所以我花了6年时间，我要不要花6年时间？是有很多的有钱人，那是有钱人，那咱们没有达到人家有钱人呢。有钱人怎么的都好说，咱们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对不对？谈个日本的，日本有啥用啊？谈日本的咋的呀？日本的多啥吗？我觉得国内的就挺好的呀。日本人有了不起吗？我不觉得呀。为什么要谈个日本呢？而且我肯定是会国内的呀，那你谈个日本的，你咋整啊？回国了以后就断了联系，那你不自己给自己搬石头砸自己脚？没有，日本人有啥了不起？谁大大发现的？我这次我就是要体验的，可能要去个7、8天左右，7、8天左右，然后我去语言学校去看一看，然后再去那个，我还想买那个就是那个色的那种漫画，也不知道海关能不能过。哎，你们买过吗？就是去过日本的，就是你们买那种色的那种漫画，能带回来吗？之前我知道是有卖的，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带回来。能不能带回来？我想买一本，因为我其实上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其实好像就去看了，但是我没好意思看，我想买我也没好意思买，我想买一本那种日本色的那种漫画，可以跟我一起看啊，到时候我那个看完了以后，然后那个就转卖给你，好不好？对呀，日本是有卖的，日本那个是合法的，但是好像不知道能不能带回来。咱不懂。嘿嘿嘿嘿嘿嘿。
有换个封面没问题吧？不知道，再说吧。到时候我再问问那个直播间里好像没有，都是小朋友，好像没有太多的亲密。到时候我问问我朋友圈里，朋友圈里好多都在日本，司马光年也现在在日本。哎呀，12点了，不播了啊，咱们就下播了，啊，咱们下播了。对，这样说是指某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人，以他的名字写的歌，拜拜吧。